在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我想先花1分钟讲一件比比特币更重要的事情。这段时间大埔洪福苑的火灾影响了很多家庭，网上也有很多人想捐款，但不知道该相信谁，该把钱捐去哪里才能真正帮到别人。我找到一个由民间组织做的网站大埔守望，里面整理了所有最新最完整的受灾资讯，包括食物、物资、住宿、医疗、心理资源，甚至每一项资助由哪个机构负责，金额是多少，清清楚楚列给大家。如果你想帮忙但不知道该怎么样开始，这个网站是一个非常好的起点。而至于捐款，我也想分享一下我自己的看法。我查过所有参与火灾救助的慈善机构、行政会透明度、拨款方式、受灾家庭实际能拿到多少，因为每个人想帮助的方向都不同。如果你想让资金最直接、最透明到受灾家庭，我会首选公益金及时雨基金。公益金的行政费是全港最低级别，钱不会被消失在复杂的行政流程里面。而且这次火灾中，他们是提供每户最高金额的即时现金资助的机构之一，是真正可以把钱直接送到受灾者手里。我会把连结全部放在下面，大家可以自己选择最信任、最想支持的意见。我能做的就是查清楚资料，分享给你，而选择把力量放在哪里，那是你的善意，你的自由。希望洪福苑的所有受灾者都能早日重建生活，也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点点心意都能真正带给他们力量。我是真的搞不懂为什么有人上班前要买咖啡来喝。喝咖啡的目的不是为了提神吗？也就是我为了提高我的生产力，然后自愿自费去买咖啡，这不应该是老板天天请我喝吗？不请我喝，他失去的只是一个付钱的机会，我少喝一杯，他失去的是一个生产力。这个世界上就是有很多事情奇奇怪怪，而比特币在过去10年就是这个屌样。大家都以为它是用来逃避监管、藏钱匿名交易的一个黑暗工具，但真正了解后，你会发现它的本质跟你想的完全相反。我大概是2013年的时候开始接触比特币吧，那时候的理解很简单，就是匿名、去中心化、不受政府控制，外加一个总量2100万枚的稀缺故事。那时也就图一乐，开一个电脑挖了几天矿，然后发现打游戏超卡，没几天我就关了。直到今年7月有一次买东西的时候，发现用加密货币付款居然有折扣，我就好奇再研究一下，结果发现现在这玩意跟10年前完全不是同一个东西。今天的比特币早就已经不是地下货币了，至少在国家、交易所、执法部门、链上分析公司面前，它已经是透明的不能再透明了。因为我们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时代，也就是大规模的身份验证、跨境报税、全面反洗钱监管。而很多人还停留在10年前那种比特币等于匿名逃避监管的想象。这一集就是要把这个误会拆开来讲清楚。首先要理解的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比特币的技术匿名性确实给了买家和卖方一个保障。你可以在没有实名的情况下去做全球交易，不受银行审查，也不受现金跨境不方便的限制，加上它又有个稀缺性，听起来就稍适合做地下世界的钱。但这个匿名是怎么来的呢？它其实来自于一个很关键的现实，就是那时候根本没有人认真去监管链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在链上只能得到一堆地址在互相转账，知道钱包地址 A 转给钱包地址 B， 但是完全不知道背后是谁，是你，是毒贩，是诈骗集团，还是某个基金。这就是为什么早期比特币会变成罪犯的天堂，因为技术上透明，但社会上完全没有人把地址和真实身份连起来。可今天完全不一样了，现在全世界的监管方向是在把这个技术自由往现实透明推，让你表面上看起来还是拿着地址，但是背后那个人是谁，在哪个国家，受哪一套法律管，慢慢都会被串起来。为什么监管这么爱盯着比特币不放呢？因为从技术上来说，比特币其实是人类史上最变态、最严格的一本账。它有几个特性：它所有的交易是永久公开，不能删除，不能修改，整条路径可以一笔一笔往回追，直到追到创世区块那一天。你可以想象是一个全世界共用的总账本，任何人都可以打开来看，每一页都没有被撕掉，也没有涂改的可能。以前大家觉得这个东西很酷，是因为去中心化，没有人管我。但从监管角度来看，这根本是梦寐以求的神器。因为你一旦把这本账跟真实世界的身份绑起来，任何一笔钱的来龙去脉全都无所遁形。也正因为如此，
比特币从一开始那种逃离系统的小孩，慢慢变成最适合被系统管理的大人。从技术层面来看，比特币不是黑箱，而是史上第一个所有人都在同一个透明账本里活动的货币系统。但很多人会搞混一件事，就是他以为链上有一堆地址，这件事本身就是匿名，就是安全。事实刚好相反，地址只是个代号，不是保护你的人设。在早期，因为没有大规模的 KYC， 没有人把这些地址背后的人拉出来，所以你可以说那是一个事实上的匿名。一旦有一个点被实名化，比如某一个地址曾经跟交易所互动过，或者收过某个已知诈骗集团的钱，整条交易链就能被沿路拉直。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泥地上的脚印，一开始看起来谁都像谁，但只要追踪到你曾经在某家超商踩过门键，被监视器拍过一次，从此你过去所有的脚印都能被对上你的脸。所以 HS 透明不是保护你，它只是把你的行为完整记录下来。等哪一天有人把这条线连接到你的身份上，从那一刻开始，你过去10年所有的操作都会被翻出来重看一遍。那谁在负责这条线呢？答案就是交易所加 KYC 加链上分析公司。现在只要是正规的交易所，都逃不掉一件事，就是 KYC。KYC 是什么呢？就是你要把你现实中的轮廓交出去，也就是身份证、住址、银行卡、手机号，有时甚至还要你的自拍。当你通过了这一关，你在这家交易所里面的所有操作就已经不是匿名的地址，而是一个有姓名、有国籍、有税务居民身份的人在做的一连串动作。你买到的比特币，无论你是丢在交易所里面，还是提到自己的冷钱包，只要这笔钱曾经经过这个受监管的入口，它的历史是可以追踪的、可审计的、可回头验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说，比特币的监管不是在毁掉它，而是在把它从感觉上的信任升级成数据上的信任。以前我们信任一个人、一家银行，是因为他以前没有骗过我，现在是因为他的链上记录干不干净，大家都看得到。这种信任不再是一种情绪，而是一种可以被验证的结构。我找到一份由欧洲银行业管理局 EBA 在2025年10月发布的透过监管应对加密资产服务中的洗钱、支出、恐怖主义风险的最新报告。这里讲的是交易所是人类用法币换比特币或者用比特币换法币的地方，就像是超市的唯一出入口。而为什么早期会有黑钱进入交易所呢？就是因为早期的交易所为了追求快速发展和低门槛，所以请一些瞎的保安来看门口，任何人戴着头套拿着来路不明的钱箱都能进出自如。交易所员工呢也不会问这个钱从哪里来，也不登记来客身份，就算是有人一次运几百万的现金来买东西，保安也是视而不见，不向上级报告。结果就是比特币地址明明是透明的，但交易所的出入口就因为烂透，所以黑钱是畅通无阻。然后这里说的是以前跨境转账就像寄信一样，写个地址就送出去，谁寄给谁也不知道。然后现在规定变严了，新的 Travel Rule 规定，你转加密货币就像搭飞机要看证件一样，必须知道是谁，不是只给个钱包地址就好了，你要说清楚这钱是谁转的，要给谁，不然就是一个监管漏洞。然后这里就是查你祖宗18代，金融机构别再玩什么公司套公司的套娃把戏了。比如说监管部门想查清楚这个东西是谁搭建的， A 公司表示是由自家的结构部负责，但结构部呢否认自己负责搭建，称他们只是画了个示意图，实际施工是由外包商完成的。而外包商则说他们只是按照指令行事，方案和决策是由顾问团队拍板。然而顾问团队也不承认责任，表示他们只是提供方向性的建议，不负责任何实际安排。现在监管就直接开干，要查清楚背后是谁，比如说背后的大老板啊、股东啊、操盘手，只要有影响力的，可以影响公司决策、任免其他股东的，或者能获得经济利益的，依然会被视为 UBO， 也就是实质的受益人。而这些 UBO 的身份都必须记录在案。以前很多公司喜欢玩洗白，比如说一家老牌的家族企业，外界都知道管理层是由同一个家族掌控的。某天呢，他们决定洗白形象，就换个 CEO， 换个董事，新闻稿写得漂亮，但实际的运作依然没变。新 CEO 呢是家族的好友，董事呢则是家族的旧人，公司的决策、资金流向、投资方向依然是这个家族在背后拍板。所以现在监管要求一个人说不要的合规关于风险长，要一个人证明自己有能力在不受任何外部压力与干预的情况下自主行使职责。然后这里说的是以前每个国家自己管自己，加密世界变成错漏百出，比如说在 A 国不合规就跑去 B 国，交易所在不同的国家转来转去，大家又互不通报，等于又是洗白了。现在呢，他们决定成立一个跨国监管联盟，所有国家的资料不再分散，而是要共享。现在呢 MICA 加 AMLD6 强制各国共享资料，用一套标准审批交易所，用一套标准监督，有一份合法的交易所公开名单，谁是野鸡场直接曝光。
这就是 CARF 的前奏。以后你的 KYC 交易记录资金流不再是在一个国家透明，而是在全世界的监管机构中自动同步。你知道传统金融最怕什么吗？很多人以为是市场崩盘，是黑天鹅，是系统性风险，其实都不是。他们最怕的就是被看得太清楚，也就是透明。因为只要透明，他们的资金流就会被看穿，风险部位会被揭露，企业就没办法再美化报表，常坏账遮丑闻。你想一想，传统金融有多荒谬？一个政府shut down40几天，全世界金融市场就开始恐慌。为什么？因为所有数据、指标、经济资讯全部中断，没有非农，没有 CPI， 没有 GDP， 什么都没有。整个世界只能靠猜，靠央行官员丢一些暧昧的话让市场去解读，这根本是文明级别的落后。一个人类最强经济体，25兆美元的经济体，决策居然是建立在延迟2个月的旧数据上。反过来看比特币，在链上资金流向是透明的，储备金是透明的，风险部位是透明的，清算压力是透明的，每一笔资金都能被追踪到底，而且不是3个月更新一次哦，而是每一秒都在更新。比起还停留在季度报表加记者会暗语那套剧本的传统金融，比特币世界根本就是开着长期直播的实况现场。讲到这里，一定会有人跳出来说，那我不用交易所啊，我用 Mesa 不就干净了吗？ Mesa 混币器是什么呢？很简单，就是几个人大家把钱全部倒进一个大铁桶里面搅啊搅，然后再抓同样的数量给你。表面上你拿走的那100块不是原本那张，这样就好像洗干净了，对吧？问题是现在所有主流交易所、链上分析公司早就已经把大部分的 Mesa、骇客钱包、诈骗资金池、高风险集群全部标红线了。你只要跟他们扯过一次，之后再把钱送回交易所，很有机会直接被挡，被要求资金证明，甚至直接锁账上报监管。 Mesa 在2015年来说可能还是个匿名工具，但到了今天它更像是在你身上的一个刺青。那有人会说，那我用 OTC 啊，我拿现金找村长线下买，比特币地址 A 转到地址 B， 区块链上根本不知道是我啊，完美匿名。没错，你在这个瞬间的确是匿名的，链上只看到 A 到 B， 看不到你是谁。但问题是，比特币不是标本，它会流动，只要你之后任何一笔转账接触到一个 KYC 过的交易所、银行、支付公司，甚至只是某个朋友意外 KYC 过的钱包，链上分析系统就能沿着钱的足迹一路往回推，把完整路径拼起来。你不是永远不被看见，你只是还没被看见。一旦你想回到现实世界，想换法币，想存交易所，想做任何需要信任的事，你立刻暴露。所以 OTC 匿名是短暂的幻觉，不是长期的保护。那讲到这里，还有人会使出最后一张牌，那我干脆用隐私币啊，门罗币、以太 Cash 天生匿名，你抓不到我啊。早几个星期我听到有人说比特币是法币的保险，而隐私币是比特币的保险，这个想法非常多人有，但现实非常残酷。隐私币技术上真的吗？金额隐藏、地址隐藏、流向隐藏，甚至连交易是否存在都能藏起来，它比起比特币更像数位现金。但你要记住一件事，不是技术决定了能不能在文明社会上使用，而是法律去决定了。你拿着隐私币去替换别的币种，金融系统就会立刻贴你4个字：来源不明。这意味着没有任何合规的交易所敢收，没有银行敢碰，没有支付公司敢支援，没有基金敢持有。你可以在链上转给任何人，但只要你想回到真实世界，你要放法币进交易所付款，转给 KYC 过的朋友，他都会被拒绝。为什么呢？因为金融体系无法容忍完全不可追踪的资金。你看赵长鹏40亿罚金，就是因为让匿名资金流动太容易。监管在匿名面前是零容忍的，它没有协商空间，所以隐私币的命运很悲哀。它永远存在，但永远是个孤岛。你可以在孤岛内交易，但它永远进不去文明金融世界里的土地。真正怕透明的是那些在海外藏了几百亿靠黑箱吃饭的人，不是你，也不是我。透明不是限制普通人，而是把游戏规则重置成公平的。而未来世界会越来越透明，是因为透明成为全球共识。你不是不能匿名，而是匿名过后还有没有人愿意相信你。加密货币以前有很多传统金融不敢碰的东西，而现在他们开始涌进，其中一个最明显就是加密信用卡。根据 The Business Research Company 的报告，2024年大概15亿美元，2025年
会到18亿，2029年甚至可能突破35亿。你上网查到的很多 crypto 卡其实是加密储蓄卡，刷的是你钱包本来就有的币，不是真正的信用卡。而真正的加密信用卡为什么最近才开始冒出来呢？就是因为一件事，透明。以前加密世界没有 KYC， 也不知道你是谁，钱哪里来，你刷爆卡跑路，平台连你住哪里都不知道，所以没人敢发卡。现在不一样了，有 KYC， 有 AML， 有链上分析，每一笔资金来源、流向、风险可以拉成一条清清楚楚的路线图，比传统银行还要清楚。因此 Visa、Master 才愿意开始跟加密公司合作发卡，因为一个全程可追踪、可审计、不可删除的金融系统，实际上比现金安全太多了。你拿着加密货币就能刷卡，不用换汇，不用吃3%的国际手续费，也不用回家面对那些永远用不完的外币零钱，然后说服自己就是爱收藏各国纸币。而如果你想看更超前的例子，就是 Coinbase 在2021年做过一件整整早了4年的事，它推出了加密薪水。你的薪水可以直接打进 Coinbase， 自动换成比特币、以太币或者稳定币。这个功能当时为什么火呢？第一，它自动帮你 DCA， 你不用每个月手动去买，也不用抓时机。第二，跨境薪资快到吓人，银行要3到5天，比特币10分钟到1小时就搞定，就算是牛市塞车，最多也就几十个小时。第三，它给了你薪水主权，你想拿30%的比特币、50%的以太币、20%的稳定币，全由你决定。只是很多人会问，既然这么爽，为什么 Coinbase 最后又关掉了？是不是技术不行呢？其实不是，技术早就没问题，真正的原因是当时的世界没准备好加密薪资。薪水牵扯到的是所得税、汇率、代扣代缴、跨国资料。2021年 IRS 根本没有加密薪水这个栏位，一家公司想推出加密薪资，就代表要跟10几个国家克制10几种税务流程、会计系统和人工审核，只要哪一国踩到一条，就可能是上亿级的罚单。所以 Coinbase 不敢硬干，因为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当时制度根本就还没存在啊。今天的比特币已经慢慢从政府最头痛的东西，变成政府眼中几乎完美的货币形态，因为它的每一笔交易都写在链上，永远不会消失。KYC 把人和地址绑在一起，链上分析工具把这些点整成一个完整的行为地图，再加上未来像 CARF 这种全球税务，把各国的数据互相交换、对比、长期保存，对国家来说，这根本是史上第一次拥有全球级别的监控账本。过去国家讨厌加密货币是因为匿名，现在各国慢慢开始喜欢它，是因为透明。真正慌的人是谁？不是你，不是那个连衣服都没几件的人，在那里想币几千块的人，而是在海外藏了几百亿，靠不透明金融结构吃饱3代，利用系统漏洞赚钱的那群有权有势的人。关于这一点，我希望大家在比特币的基本面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如果有什么利空消息，我们都需要思考一下，谁会是受益者呢？我是气了，在各个国家都在大力支持的情况下，我是没办法理解为什么大家会在这个阶段去抛售，或者说比特币就是骗局，觉得国家级别在割韭菜。我拍这个影片就是来干你们这些意志不坚定的人。最后我想补充一下， FTX 不是加密世界的失败，是黑箱的失败。 FTX 塌掉的那一刻，全世界才意识到信任不能建立在某个人说它可靠上，整个世界反而加速往透明方向走。 Proof of Reserves， 链上地址公开，审计要求提升，跨国共享风险资料， KYC 渗透到所有入口。它让大家理解一件事，就是透明本身就是监管，透明本身就是安全，透明本身就是信用。好了，这一章我们就先把底层逻辑讲清楚。比特币不是匿名的小圈子游戏，而是史上第一个技术上完全透明，现实世界正准备全面接管的货币网络。比特币颠覆了信任的定义，它创造了一个没有阴影的透明系统，每一笔交易都公开、清晰、不可修改。传统金融依赖的是阴影和不透明的账本，但未来是属于链上金融的，一个所有行为都摊在阳光下的时代。下一章我们就来说，当这套透明账本被拉进全球税务网，也就是 CARF 之后，整个世界的金融秩序会怎么样被改写呢？